Observation 1 2009年，希腊债务危机震惊全球，成为欧洲经济一体化面临的重大挑战。作为欧元区成员国，希腊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恢复出口竞争力。同时，欧盟的一体化政策限制了其运用财政刺激措施的能力。债务危机导致希腊经济萎缩，失业率飙升，社会动荡。这一事件引发了对欧洲经济一体化模式的审视，以及对如何在成员国间实现更好的经济政策协调的讨论。Observation 2 2018年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经历了重大调整，诞生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ASMCA。这是经济一体化在现实政治压力下的再平衡。美国在谈判中力求减少贸易逆差，并保护本国工业，这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汽车、农业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，而是充满了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角逐。Observation 3 2016年，英国民众通过公投决定脱离欧盟，这一决策对经济一体化构成了直接挑战。英国脱欧导致其与欧盟的贸易关系发生根本变化，形成了诸多不确定性。对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而言，这是重新审视国家利益与区域一体化之间平衡的时刻。英国脱欧引发了全球对国家主权和区域一体化关系的深入思考。Observation 4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AfCFTA 的成立标志着非洲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历史性步伐，旨在减少非洲内部贸易壁垒，推动共同市场的形成。这一创举对非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。然而，贫穷、基础设施不足以及政治不稳定等问题，仍然是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巨大挑战。Observation 5为应对债务危机，希腊被迫实施严厉的财政紧缩措施，公共服务的削减和税收的增加导致普通希腊民众的生活水平骤降，社会不满情绪高涨。这场危机不仅考验了希腊的社会凝聚力，也对欧盟内部的团结和经济一体化原则提出了挑战。Observation 6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，美国政府推动制造业回流，企图恢复昔日的工业辉煌。然而，这一过程中，许多美国工人发现，尽管工作岗位有所增加，但由于自动化和技术进步，那些传统的薪资较高的制造业岗位并未完全回归。Observation 7英国脱欧引发了苏格兰独立的呼声，许多苏格兰人希望留在欧盟内部，享受单一市场带来的好处。苏格兰政府因此推动第二次独立公投，试图脱离英国，重新加入欧盟。这一决定可能会对英国的统一和经济一体化带来新的影响。Observation 8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成立，推动了非洲各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，尤其是交通和通信网络。这不仅促进了区域贸易，也为普通非洲民众带来了更多商机和更便捷的生活方式。尽管这是一个长期的进程。Observation 9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发展带动了东南亚数字经济的快速增长，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子商务的兴起，使得普通东南亚民众享受到了更便捷的在线服务和商品。然而，数字鸿沟和不平等的问题仍然存在，需要各国共同努力解决。View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，一个词汇不断在国家的议事日程上升起：经济一体化。它究竟是一剂强心针，还是一次未知的风险试验？它是如何从概念演变成为影响全球数十亿人生活的实际力量？经济一体化，简而言之，就是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政策和活动的协调与合作，目的在于通过减少贸易壁垒，增进经济联系，共同提升经济利益。从欧盟的深度一体化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区域合作，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国与国互动的新常态。想象一下，当你的苹果手机上的 Designed in California、Assembled in China 标签不再令人新奇，当你在超市毫不费力地购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食品时，这些都是经济一体化成果的明证。
它使得商品和服务跨越国界，创造了更大的市场和消费者选择，提高了生产效率，降低了消费者成本。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什么？经济一体化也给特定行业带来了竞争压力，引发了对工作岗位流失的担忧。一些国家，如英国在脱欧前，对失去政策自主权感到不安，他们认为经济一体化可能侵蚀国家主权，引发社会不平等，甚至激化政治分歧。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悠久，其影响深远。德国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，其经济实力和政策选择对整个欧洲经济共同体产生了重大影响。德国选择了这条道路，因为他希望通过共同的市场和货币联盟来增强经济稳定，提高竞争力，同时为其产品打开更广阔的市场。然而，这个选择并非没有代价。欧元区的债务危机揭示了经济一体化中固有的风险，尤其是在成员国经济政策和表现存在显著差异时。这种一体化的强度在不同国家之间也是有所不同的。比如，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，通过特区政策有选择性的参与经济一体化，既吸引外资，又保护了国内产业。而对于小型经济体，如新加坡，经济一体化几乎是其经济生存和繁荣的必要条件。我们可以从许多具体事件中看到经济一体化的影响，例如 NAFTA 签订后，美国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额显著增加，但同时也伴随着美国一些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。而欧盟的形成，则带来了更为便捷的跨国旅行和工作机会，但也面临着诸如英国脱欧这样的逆流。经济一体化不仅仅是经济学家的术语，它是一幅描绘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画卷，是一个关于如何在保持国家利益的同时实现共赢的故事。它是一场既有合唱团又有独奏的音乐会，每个国家都在努力找到那个最适合自己的音符。看到这里，你是否想起了自己国家的经济一体化故事？它是如何影响你的生活、你的工作，甚至你对未来的憧憬？是否有时你也感到了那种既兴奋又忧虑的复杂情绪？让我们一起继续关注着这个充满变数和可能性的话题。在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，每个人都是参与者，也都是见证者，而你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？现在，让我们回到 YouTube 社区的投票，看看大家是如何看待经济一体化对国家未来影响的。别忘了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故事和观点，让我们的讨论更加丰富多彩。在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，让我们将目光投向中国，一个在该政策下经历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国家。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可以用封闭、滞后来形容。那时的中国工业基础薄弱，科技落后，人民生活水平不高，而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，就是中国实施经济一体化战略的决定性转折。精彩的故事始于1978年，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。为了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，中国设立了经济特区，如深圳、珠海等，这些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。一开始，这些特区只是一片荒芜的土地和几座散落的小渔村。然而，随着政策的逐步实施，一座座现代化的都市迅速崛起，引来了海内外投资者的目光。以深圳为例，这座城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，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全球高新技术产业的重镇。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深圳速度。在经济特区的政策扶持下，深圳吸引了大量的外来资本和人才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经济发展动力。外资企业的进驻带来了管理理念和市场机制的更新，这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，也为中国的整体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实施这项政策的细节尤为关键。中国政府在特区内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条件，如减免税收、土地使用优惠、简化审批流程等，以此吸引外商投资。同时，这些特区也成为了中国改革其他经济政策的试验田，如劳动和资本市场的改革。这些改革逐步推广到全国，形成了全面开放的新格局。可以说，
中国实施经济一体化政策的决策，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，通过全方位的对外开放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。这个过程中，无数的中国家庭见证了生活水平的提升，无数中国企业借助开放的东风成长为国际知名品牌。中国的经济一体化实践，不仅改写了自己的发展历程，也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。Analyze. 经济一体化是指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合作的加深，贸易壁垒的减少，以及商品、服务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性增强的过程。这一过程对社会和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。经济一体化的优势在于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，增加了市场的规模，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和降低产品成本。对普通消费者来说，这通常意味着更低的商品价格和更多的产品选择。同时，经济一体化引入的竞争可以激励企业创新，推动技术进步，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。不过，经济一体化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效应。在一体化的过程中，经济较弱的国家或地区可能会遭受到来自经济强国的竞争压力，导致本土产业受损，失业率上升。此外，不同国家经济政策的协调困难，可能使一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利益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，这反而会削弱一体化的效果。对于普通人而言，经济一体化可能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变动。一方面，某些行业会因为外部竞争而萎缩；另一方面，新的机会也会在那些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中出现。经济一体化还可能导致社会和文化的变革，因为不同国家之间的人员交流变得更加频繁。总的来说，经济一体化为社会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，对普通人的生活有着复杂而深远的影响。